科学家在矿洞中发现一块琥珀，里面有只蚊子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。经检测发现，它的身上竟包含恐龙血液。显然，这只蚊子刚吸食完恐龙就被树叶裹住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最终和琥珀融为一体。得知此消息，科学家蠢蠢欲动。他利用精密的现代科技，将针头插入蚊子尾部，从中提取恐龙的血液，再将青蛙的 DNA 与之结合，最后通过转基因技术得到了这些恐龙蛋。就这样，灭绝了千万年的恐龙破壳而出，再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为了发财，老白决定利用它们建立侏罗纪公园，可他不知道恐龙的安全性，于是邀请恐龙学家威廉夫妇来进行评估。刚进园区，一只数10米高的腕龙从他们身旁走过，它高举着脖子，悠然地吃着树叶。威廉夫妇无比惊讶，毕竟两人研究了半辈子化石，看到活的还是头一次。几人坐在草地上，望着园区内怡然自得的恐龙，威廉知道这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刻。随后，老白带他们来到繁殖基地，只见一个蛋在不停地扭动，随着壳被顶开，一只恐龙幼崽就这样诞生了。众人无比新奇，好奇地询问他如何在野外配种。工作人员说，为了控制数量，他们已经把恐龙都设立为雌性，所以根本没有野生恐龙。威廉抱起小恐龙，突然觉察到什么，连忙询问它的品种，得知是迅猛龙后呆住了。原来迅猛龙天性残暴且智商超高，最恐怖的是它们擅长合作猎食，因此哪怕是霸王龙遇到迅猛龙群都要绕着走。看着幼崽的利齿和爪子，威廉明白这东西如果数量没控制好，一定会有无数的人类丧命。安全起见，他急忙让老白带他到迅猛龙园区观察，刚好赶上他们的用餐时间。只见园区将一头大黑牛吊起，高高悬挂在半空，随后缓缓置入迅猛龙园区。一只大黑牛被悬挂在半空，随后缓缓置入迅猛龙园区。随着撕咬声响起，不出数秒，黑牛就被吃得一干二净，铁架也被咬得支离破碎。看到它的咬合力，所有人一脸严肃。一旁的保安说，这群迅猛龙非常聪明，吃饱了就撞击园区电网，而且从不攻击同一个地方2次。显然他们在测试园区的安保漏洞，但老白却不以为意。他坚信这些冷血动物脑容量都不大，人类能轻松拿捏它们。晚上，老白将所有人汇聚一起，一边吃饭一边商讨侏罗纪公园的未来。毕竟这要是弄妥了，一天一个小目标不是梦。听着老白侃侃而谈，不知为何威廉有些心不在焉，总觉得有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第二天，老白为了证明园区万无一失，他叫来自己的孙子孙女游玩。随着园区游览模式启动，几人兴高采烈地出发了。第一站是双脊龙园区，它是早期的肉食性恐龙，能喷出毒液让猎物麻痹。听到介绍，威廉和孩子们好奇地瞪大双眼仔细观望，然而园区却空空如也，啥都没有。几人只好继续游览，来到霸王龙区域，却仍然什么都没有。为了给孩子们一个良好的体验，园区调出一只山羊来食幼，可过了许久，依旧什么都没发生。众人议论纷纷，这恐龙难不成组团去打猎了？这次观光无比失败，老白只能让几人先回到基地。就在返回的路上，几人意外发现一只趴在地上的三角龙，它无比硕大，众人兴奋地上前抚摸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一旁的管理员说他病了，威廉夫妇还想检查一下病症，指挥中心却在这时传来消息，说一场暴风雨即将席卷岛屿。几人连忙坐车往回赶，但倒霉的是，公园的电力系统发生故障，几人也被困在了霸王龙园区。正当他们准备在车里睡一觉，撑过这晚暴雨时，杯子突然震动，随之而来的是轰隆隆的声音。扭头望去，硕大的霸王龙就在眼前，几人顿时吓得瑟瑟发抖。一名保安顶不住压力，径直跑进了厕所。殊不知，正是这个举动吸引了霸王龙的注意。就在霸王龙准备狩猎时，老白的弱智孙女却突然拿出强光手电筒照射霸王龙眼睛。这勇敢行为把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。眼看霸王龙对着车子又咬又踩，威廉急中生智地举起火把，这才把霸王龙吸引走。男人刚躲进厕所，霸王龙就冲了进来。见厕所破碎，男人无比恐慌，却毫无办法。而另一边，威廉好不容易把女孩拽出，正要思考如何拯救男孩，谁知女孩抬头看到霸王龙后失声尖叫，好在威廉及时捂住她的嘴，这才让两人捡回一条命。紧接着三人来到一处丛林，在树上美美的睡了一觉。天刚亮，一只恐龙就走了过来，孩子们吓得失魂落魄。
威廉却丝毫不慌，因为这是素食的鳃恐龙。紧接着几人继续出发，可没走几步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威廉发现地面上有碎裂的恐龙蛋，看来这些恐龙已经突破桎梏，能自己繁殖了。还来不及多想，前方就出现一群逃亡的机关龙。看他们路线整齐一致，威廉明白一定有东西在狩猎。果不其然，几秒后，一只霸王龙从侧面冲出，咬住机关龙一口吞下。看野外过于危险，威廉急忙把两人送到餐厅，让他们稍作休息，自己则是出门寻找妻子。很快，他在野外和妻子成功会合。回到基地后，威廉担心孩子想回去看望，妻子却说不用担心。早上，他们已经把迅猛龙关了起来，他们想要出去，除非会开门。另一边，餐厅里的孩子还没吃两口，就看到恐龙影子。本以为关上门躲在餐厅就万事大吉，谁知这迅猛龙真的会开门。两人仓皇而逃，女孩躲进了柜子里，利用反光让一只迅猛龙成功撞晕，而男孩看自己要被吃掉，索性殊死一搏，拖着伤腿跑进杂物室，再利用灵活的动作跑出，成功关起来一只。趁着另一只还有点迷糊，两人跑回餐厅，刚好遇到担心孩子的威廉，可四人没有武器，只能继续逃窜。眼看迅猛龙穷追不舍，危急关头，女孩通过电脑修复系统关闭了控制室大门。就在四人准备松口气时，迅猛龙撞破玻璃，从另一侧冲了进来，几人只好爬上梯子，通过天花板逃到客厅。但几人显然低估了迅猛龙的智商，只见他闻着味儿，并叫来同伴前后夹击。眼看几人退无可退，就要命丧黄泉，一只霸王龙冲了出来，三两口就咬死一只。四人趁着他们打斗仓皇而逃，随后驾驶直升机逃离了这座岛屿。但侏罗纪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，因为园区的停电是保安内鬼制造的意外，他想通过恐龙胚胎大赚一笔，不曾想逃跑时遇到了双脊龙。由于他不了解恐龙脾性，被毒液腐蚀，而那枚装有恐龙胚胎的容器也随着河流飘向大海。显然，未来的世界恐龙将遍布整个地球。